这系大型 SUV 山地越野爬坡测试车辆都是一些主流的 SUV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参与测试的车辆，它们分别是20款的兰德酷路泽、奔驰 GLS、路虎揽胜创世加长版、雷克萨斯570、福特猛禽、路虎卫士、04款悍马 H2、奔驰 G63、英菲尼迪 QX80、21款兰德酷路泽、大切诺基 SRT、日产途乐、凯迪拉克凯雷德、路虎揽胜运动、宝马 X7。此次的测试时间比较长，烦请大家看到最后，谢谢。那么第一辆开始测试的是搭载 4.6 排量 V8 发动机的兰德酷路泽，最大马力309匹，峰值扭矩439牛米。那么首先过第一个交叉轴时采用自动模式，可以看到对角两个车轮出现了打滑，动力又无法传递给另外两个轮胎。随即打开酷路泽的中央差速锁跟低速四驱，将模式调整为延时模式。开启之后可以看到另外两个轮子颤颤巍巍地动了起来，接着稳住油门，成功开出第一个障碍。接着又是一个交叉轴，这个难度似乎没有那么大，继续保持住，很轻松的就能开出来。总体来说，开启中央差速锁的酷路泽应对这种路况基本没有太大问题。尽管它的车身重量达到了 2.7 吨，在这台 V8 发动机的爆发下，也足以带动它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行驶。第二辆是奔驰的 GLS 450，它搭载的是 3.0T 的直列6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为367马力，峰值扭矩为500牛米。首先以舒适模式进行测试，可以看到仅有一个车轮悬空的状态， GLS 都无法进行上坡。随即将模式切换为越野模式，开启后自动增大后轮动力输出，并且电子限滑会介入得更快，使车辆轻松越过交叉轴。由于没有低速四驱，整辆车在过交叉轴时油门不太好控制，开起来一突一突的。 GLS 作为城市 SUV 占比较多，它的悬架行程也是比较短的，在遇到较大的交叉轴时，车身左右晃动会比较大，虽然不影响它的通过能力，但看起来姿态非常的夸张。第三辆是路虎揽胜创世加长版，揽胜搭载的是 5.0 升的 V8 机械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可达525匹，峰值扭矩625牛米，车身重量也同样达到了 2.7 吨。在标准模式下，路虎揽胜也展示出了它出色的电子限滑，仅在电子限滑的辅助下，轻松越过难倒酷路泽的交叉轴。然后开启低速四驱跟延时模式再次进行测试，但开启低速四驱的路虎并没有看出太大的差距，这只能说路虎的标准模式足以应对这种路况。开启低速四驱的路虎揽胜应该还能挑战更大难度的交叉轴。第四辆是众多越野车迷当中的王牌选手， 5.7 排量的雷克萨斯570，最大马力367匹，峰值扭矩530牛米。这个排量的油耗估计比我用吸管吸一瓶可乐的速度还快。同样在标准模式下进行通过交叉轴，虽然有着接近半米的悬架行程，但情况还是不太乐观。随即打开低速四驱跟中央差速锁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会有啥表现。只见锁止中锁的570，动力强行传递到前后轴，再搭配电子限滑对车轮的介入，整辆车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，通过能力也提升了一个档次。第五辆是一辆乱入的福特猛禽，猛禽搭载一个 3.5T 的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50匹，峰值扭矩691牛米。猛禽的轴距达到了逆天的3.7米，在标准模式下进入交叉轴之后，得益于较长的悬架行程，后轮基本上可以最大程度的贴住地面，这样利于在没有任何辅助功能的情况下通过交叉轴。接下来把模式切换为延时模式跟低速四驱，同时锁止后锁。让我们再次来挑战这个交叉轴。由于锁止后锁后把后轴两个轮胎的转速差给固定住了，猛禽在通过时确实更加的利索，这也同时导致了它向一边侧滑。再来看看动力， 3.5 排量的猛禽能迸发出691牛米的扭矩，这也导致它一脚油门下去，很容易就窜了出去。第六辆是路虎卫士， 3.0T 的直列6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00匹，峰值扭矩500牛米。同样在标准模式下进行测试，揽胜的通过能力相信大家刚刚有所耳闻，那么路虎卫士的通过能力那就更加不用质疑了。搭配48伏轻混，路虎卫士的表现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直接一口气通过之后也没有再进行测试。第七辆是04款的悍马 H2， 它搭载了一个 6.0 升的 V8 自然吸气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98匹，峰值扭矩574牛米。悍马的越野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，加上它这大花纹轮胎，应该没有什么难度。在不开启后锁的情况下，
虽然说动力确实很强悍，但我还是低估这个交叉轴了。锁止后锁后，并开启低速四驱，然后稳住油门，后轮很轻松的就脱困了。可能是由于就是老旧的原因，前轮没有差速锁的辅助，悍马 H2 还是蛮费劲的，整辆车的推动都全靠在了后轮方面。第8辆终于到了我最爱的奔驰 G63 了。4.0T 的 V8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585匹，峰值扭矩850牛米。虽然说 G63 跟轻向的公路很性能，但毕竟它的3把锁还是存在的，那就还可以来越野。在标准模式下，也就是未锁止3把锁的情况，奔驰 G63 在进入交叉轴之后，在打滑一段时间后，电子限滑才开始介入。接下来把3把锁全部打开，再次挑战，前轮通过没问题。后轮现在进入到了坑里面，稳住油门不要动，乖乖，全程无打滑。3把锁的原理就是将前中后可以活动的差速器进行了锁定，让4个轮子进行同时转动。那么这样只要有轮子能接触到地面，它就可以利用那个轮胎脱困。第9辆是英菲尼迪 QX80，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这家伙是个庞然大物。5.6升的排量，405马力，峰值扭矩560牛米。英菲尼迪挑战全程不开锁进行测试，感觉这个难度有点大呀，毕竟这尺寸比陆巡还大吧。好家伙，车身那叫一个陡，别把变速箱给干坏了。车主不慌，接着就是干，这叫一个狠人。开豪华版途乐的车主都是狠人。这种场面不能多看，让我们来看第10辆新款的兰德酷路泽。它拥有415匹的马力，扭矩650牛米。它搭载的是一个 3.5T 的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在国内我还一次都没见过这代的陆巡，同样跟上一代陆巡差不多，单凭电子限滑还是很难开出这个交叉轴的。让我们打开陆巡的低速四驱，然后切换为延时模式，这动一下手指，对整辆车的通过能力有了质的飞跃。这下便能看出这代陆巡跟上一代陆巡的差距了吧？动力也明显的强过上一代。第11辆是大切诺基 SRT， 6.4升排量的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68匹，峰值扭矩624牛米。这么小的车全场排量最大，妥妥的美式大排量。从实测表现来看，大切的动力也非常符合它这个排量。不过大切的测试跟其他车辆并不在同一时期，可以看到下方的坑并没有多深，所以大切也靠着爆发性输出很轻松的就开了过来。不过继续往上的时候遇到了岩石组成的交叉轴，几乎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，这回就真难倒咱家大切了。车主犹豫后还是不敢冲，果断放弃。现在来到了第12辆14款途乐，5.6的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05匹，峰值扭矩560牛米。首先以标准模式进行测试，这代途乐也没啥可圈可点的地方，除了大就是大，很明显没有后锁的辅助下，途乐不太可能开出这个交叉轴，开启后差别就大了。基本上后轮可以最大程度的输出动力，整体表现我个人感觉好像要强于老款的酷路泽。第13辆又是路虎，开路虎的都那么爱越野的吗？这是一辆 3.0 排量的揽胜运动，360马力加495牛米的扭矩。在前面2辆的路虎实际表现大家算是看到了，揽胜运动希望对得住它运动这2个字，为了面子，揽胜运动也用的是标准模式一次过。可以看到轮胎的限滑方面没有前面2辆反应那么快，但还是足以应对眼前的这些障碍了。也不是吹路虎，毕竟那么车在不开差速锁的情况下，要么过得狼狈不堪，要么直接出不来。路虎无论从四驱还是动力，目前来说都是佼佼者。第14辆跟15辆是宝马 X7 跟凯迪拉克凯雷德。宝马 X7 搭载的是 4.4T 的 V8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为530匹，峰值扭矩为750牛米。X7 直接以砂石模式进行挑战。作为一辆行政级 SUV， 看来车主对它是没有什么信心。
看到这个小伙伴，麻烦评选出此次挑战你认为表现最出色的一辆车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